大家没有学会，没有特别的学的特别明白的同学们，不要着急，待会儿我把咱们的课程全部学完以后，从头带着大家咱们再来一遍，好不好？所以大家不要着急，咱们课程该进行我们还进行，然后接着往下学习，大家跟着老师接着学，待会儿从起势带着大家咱们再来一遍。好，第4式右六风四臂，以伸领手，左转缠腕，指尖朝下，看到没？哎，指尖朝下，右转旋腕，掌心朝上。其实非常简单，我们身体的带动，看到没？每一个动作都是身体的带动，带动你的手的旋腕，不管是旋腕还是带臂，都是以腰为轴，腰是主宰，带动你的末梢在画圆。所以啊，以腰为主宰，所以咱们大家记不住的同学们非常清楚，我们打在公屏上，好不好？腰为主宰，打在公屏上，所以以腰去带动你的手腕去缠。1、2，好，左移，在移的时候是我们的左膝去找左脚啊，左膝找左脚，这个力就过来了，而且它不会出现一个顶。转腰向上领，右膝找右脚，翻掌，转腰和拉开，再左膝找左脚走下弧，坐胯双手横雕上托，拉开。俗话说啊，好记性不如烂笔头，大家一定要老师要把我们的关键字打出来，大家这样才能够记得更清楚，记在咱们的脑海里。那你记住了才能够练到身上，动作一学就会，轻轻松松的事半功倍啊！我说老师弄个镜子的话，你不得学得更迷糊，像一个万花筒一样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大家老师让大家打出关键词儿，咱们要记，不是为了打给我看，而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记在这里，记在这里我们才能够练到身上，对不对？我们有先记才能够练。如果你记，你可能今天听我老师讲了啊，腰为主导，第二天啥来着？是不是睡觉就忘了？因为咱们每个动作都有属于它的一个关键的点儿，大家只要记住这一个关键点，就能够把这个动作练好。所以你不是记一个你能记得住，你记9个记5个，是不是？你肯定会忘，而且可能还会记混，是不是？来，打开，跟着老师咱们再来一遍，身体的左转，指尖朝下，右转，掌心朝上，左移重心，左膝找左脚接手，转腰上领，右膝找右脚翻掌，右转腰拉开，走左膝找左脚走下弧，坐胯横雕上托，左转腰拉开，重心右移，右膝找右脚相合，抱球在胸口，通过右转腰根部带过来，双掌向斜下方按掌推出，沉啊，按掌推出，咱们保持什么？是不是刚才也讲过，咱们的起势是咱们整套拳的一个地基，起势是什么感觉？好，向下去做，咱们六风四臂就是什么感觉？向后去做高板凳的感觉。左脚为虚脚啊，大家可能看的不是特别清楚，给大家讲一下，左脚是脚掌虚脚点地，它不是落在地上的，是点起来的，一虚一实，拉开，按掌。好，这是咱们的右六风四臂。所以刚进来老师直播间的同学，给大家去讲一下，我的直播间是一个非镜像的直播间，所以大家在跟着我学习的时候，可能刚开始进来的同学不太习惯，对不对？有时候老师有点分不清左右，虽然我这标了一个左字，但是大家总是老是分不清这个左字左右，是不是？所以大家跟着我学习的时候不用担心，在我直播间我正面教大家，背面也教大家，所以咱们大家正面学习的时候看着老师的手，听我的动作口令，然后看着我的招式动作，然后我们先学先看干笔画，然后背后我带着大家去练的时候，大家把手机往那嘚儿一放，然后跟着老师咱们笔画练，好不好？我们边看
边练才能够练到咱们的身上，对不对？我们前面看着记着记要点，后面跟着老师把手机往那一放，我们开始练。好，打开，以身领手身体的左转，指尖朝下，右转，掌心朝上，重心左移，把左拉过来，左膝找左脚，转腰向上，重心右移，右膝找右脚，转腰拉开，左移重心，左膝找左脚，坐胯横雕上托，左转腰拉开，重心右移相合，合在胸口，右转腰根部，坐胯按掌，双掌像按水中的浮球一样，斜下方按出，按至与咱的腰胯齐平就可以。手扶你每天都什么时间开播呀？你每天什么时间开播？来给大家讲一下，老师每天什么时间开播？每天2场直播，早上的9点半，晚上的7点半，好不好？大家记住老师的直播点、直播时间啊！记不住的，咱可以直接点左上角点关注，卡上一个粉丝灯牌，然后加入到老师的粉丝群。这个动作它不是难，这个动作是因为大家步骤很多，所以大家会觉得很复杂。它多了一个什么？多了一个雕脱手啊，多了一个雕脱手，所以大家会觉得有点难。那么跟着老师来练习，其实每个动作它都不难的，只有我们在练不会的时候，大家会觉得会有点难，所以大家跟着老师慢慢的练。咱们大家想要直播回放的，直接点我头像，点亮小黄心，加入到我的粉丝5群，然后我把咱们的直播回放让助理剪辑一下发到咱们的群里面，大家也可以去跟练，好不好？咱们没看到小黄心的同学，直接点我头像私信我，助理拉大家进群。每天2场，以身带手，2场是2个小时到2个半小时的时间，重心左移，接手左膝找左脚，转腰上领，右移重心翻掌，右转腰拉开，左移重心走下弧，看我的左手，就这只手啊，看我的这只手。好，走，我放慢，拎手腕手背，好，右掌上托，看到没？我们的左手就是这么，手背手腕这一块向上去拎，就像有个小绳子一样，叼着它向上。好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们2个手其实就像个氢气球一样，轻飘飘的拉上来，像氢气球一样，是不是抓了一个氢气球，你一松，它是不是就噗，它飘天上了？那你的手也是这种感觉，它轻飘飘的向上去飘。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做到肩膀放松了，拉开，右移相合，向右转腰，跟过来。好，双掌向斜下方按掌。推，按掌推出，好，向下去沉，向下去按，就这么简单啊，同学们就这么简单。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，只有在练全练1000遍、全练10000遍，才能够起义自现。咱们这东西不是大家能够速成的。我学1天，我3天打鱼2天晒网，那这样是肯定不行的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是需要坚持练习才能够有一个成效。好，对，多做几次，红叶同学，好，没有问题，让我多做几次呀？我以为你多练几次呢，来多做几次，没有问题，带大家再走一遍，让我多做几次，听懂了？好，以身领手，身体的左转，指尖朝下，右转，掌心上翻，左移重心，左膝找左脚接手，转腰向上领。重心右移，右膝找右脚翻掌，右转腰拉开，重心左移，左膝找左脚，坐胯，左手横雕，右手上托，像氢气球一样飘上去。好，左转腰为开，右移重心相合，转腰根部。好，双掌向斜下方推出，按掌，
哎，对，老尤同学说的对，老师天天直播，大家直接来我直播间跟着我练，对不对？跟着我学，跟着我练。首先是个真人，是不是？大家有任何问题，咱可以打在公屏，可以问我，对不对？那么大家只有在我们老师有时候去上课呀，没有时间。可能时间有冲突播不了的时候，那么大家可以跟着老师的直播回放，然后进行学习。那老师播的时候，大家是不是尽量还是来老师直播间跟着我本人来学习才是最好的，对不对？那么正面也学习，咱们背面也学习，好不好？大家能够听得懂的，咱能够明白的，咱们在公屏上打上个明白，明白打明白。听懂打听懂，我居然练出汗了，旭哥你真厉害，我也练出汗了，我也练出汗了啊，因为我也没停，我边讲边练啊，我也出汗了，空调都关了，太热了啊。那么我带大家，咱们接着往下学习咱的第5式，叫左单边，那是紧张出汗，有什么可紧张的啦，对不对？来，双掌下，有仪式的分解动作吗？有啊。当然有，大家可以去老师的主页里面找每一招式，咱们第一段都有单独的动作分解视频。好，以身领手，欲左先右，左转腰抱球画力圆，右转腰抱球画力圆。好，那么什么叫抱球？就是想象呀，咱们手里真的在抱一个球，它要立体的画圆。当你在抱球的时候，这个圆它是一个立体的，通过你的腰的转动带动手臂的画圆。好，微出汗啊，微出汗好，对，咱们冬天微出汗最好了，咱夏天的话可能大汗淋漓，这个是很正常的，所以咱们向下去按，跟老师再来一遍，如何去抱球，如何去画好这个力圆，跟着老师我们来练习，好不好？双掌欲左先右，拎右手腕，左转腰抱球画力圆，右转腰抱球画力圆，刚好是一圈，右手变勾，左掌上翻，身体左转勾手走一个下弧线上领，领至与肩同高。什么与肩同高呢？手腕与肩同高，松肩沉肘拉开，领膝合胯开步，重心左移颈肩，也就是咱重心左移的时候是左膝去找左脚。好，手扶同学可以点我头像私信我，我让助理跟你沟通一下。来，助理转腰捧肘打开，右移重心转腰上穿，左移重心翻掌拉开，右脚贴地回正，坐胯下盘下沉，下盘要稳，所以叫下沉。咱们的下盘，你沉下来的时候，你的下盘它才是稳固的。好，来，咱们再来一遍啊！因为咱们左单边它只有一个大开与大合的一个动作，拉开以后，主要是咱的重心的转换，是不是？跟着老师在练基本功的时候，咱们的重心如何去转换，我们的手在如何去拉开，这些其实都是从基本功里面出来的动作。所以咱基本功才是最精华的一些东西啊。好，拉过来，我们再来一遍。好，欲左先右，左转腰抱球画力圆，右转腰抱球画力圆，妥妥的单手缠丝。对的，右手变勾，左掌上翻，身体左转勾手走一个下弧线上领，领膝合胯开步，左移重心，左膝找左脚，转腰捧肘打开，右移重心，右膝找右脚，转腰顺势上穿。那么穿掌有一个点叫穿掌不过中线，那么我说的这个不过中线指的不单单是咱这一个动作不过中线，而是咱们所有的穿掌动作都不能过身体的中线。因为我们视频的有错觉，所以给到大家感觉好像我过中线了，那么让大家拉过来看一眼，我把身体转正，看到没有？身体转正，没有过中线。大家要记住，什么是中线？就是我中间的这一排排扣叫身体的中线。鼻尖对肚脐，你说老师我没有排扣，来给大家说一下，鼻尖对肚脐的这一条线叫做身体的中线。所以咱们大家看非常棒啊！我看咱们同学已经把
穿掌不过中线这6个字打在公屏上了，所有的动作记住，凡是穿掌都不可以过中线，把右脚回正，坐胯下沉。凡是老师让大家打在咱公屏上的一些关键的词，一定是核心的要点，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，打在公屏上是不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？大家打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在打出来一瞬间已经深深的记在你的脑海里了。那么当你每次去练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你就知道，穿掌不能过中线。你不管是练这个，还是我们在练我们缠丝、云手这些动作，凡是穿掌都不能过中线。当你去一练穿掌，你就知道，对，老师讲过它不能过中线，大家就印象就会加深。来，跟着老师再来一遍。之前抱球抱得一塌糊涂，但现在自我感觉就良好。来，跟着老师咱们再良好一下，把感觉再给它稳固一下。遇左先右拎右手腕，左转腰抱球画力圆，右转腰抱球画力圆。好，右手变勾，左掌上翻，身体左转，勾手走一个下弧线上领。好，领左膝合胯扣过来，开步，重心左移，左膝找左脚，转腰捧肘打开，右移重心，右膝找右脚，转腰上穿，穿掌不过身体中线，左移翻掌，转腰拉开，右脚贴地要回正，坐胯下沉。好，这是咱们的左单边啊，同学们。然后报新同学想要加入到我的粉丝群的，直接点我头像私信我就可以，然后助理拉你进咱的粉丝群。好，来背面我带大家咱们走一下，我们就可以把手机放到这儿，然后跟着老师咱们比划一下，好不好？咱们有听完以后学完以后，咱们跟着动一下，是不是？双掌下按，遇左先右拎右手腕，左转腰抱球画力圆，右转腰抱球画力圆，右手变勾，左掌上翻，身体左转，勾手走一个下弧线上拎，领膝合胯开，左移重心，左膝找左脚，转腰捧肘打开，右移重心，右膝找右脚，转腰顺势上穿，重心左移翻掌，转腰拉开，右脚回正，坐胯下沉。好，这是咱们的左单边力争3号学生。咱们现在所有的同学，咱们凡是打在公屏上的同学都是3号学生，全部都是咱的勤学标兵们啊，有点意思了啊！样同学很棒，跟着老师几节课，你看每次你来我直播间的时候都会说几句话，我对你印象也特别的深啊。从你不会听不懂，从听不懂跟不上，到现在你看这才几天，2天的时间吧。2天的时间，现在就跟着老师，其实有意思。当你有意思的时候，其实你已经能够跟得上了。打热了，打热了，非常棒。咱们冬天把身体练热了以后，浑身舒坦，待会儿我们睡个好觉。来，咱们再教大家再走一遍啊！一晚上教几式？老师，咱一晚上学9式啊，9式，第1式到咱的第9式斜行奥步。好，遇左先右，左转腰抱球画力圆，右转腰抱球画力圆，右手变勾，左掌上翻，身体左转，勾手走一个下弧线向上领，领膝合胯扣过来，开步，左移进肩，左膝找左脚，转腰捧肘打开，右移右膝找右脚，转腰穿掌，左移重心翻掌，拉开，右脚贴地回正，坐胯下沉。好，这是咱们今天所学的咱的第5式，叫左单边啊，同学们左单边，今晚确实清楚高兴的
高兴的让看老师看得更清楚了啊！大家觉得老师讲的好的，咱在公屏上扣一个好，好不好？认为老师教的好的，咱认可老师的，咱们在公屏上扣一个好字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接着往下学习咱们的第6式，叫斑斓锤。那么斑斓锤这个动作作为咱们陈氏太极拳56式第一个发劲的动作，但我一直给大家说，我们大家不要急于求成，不要着急的去发劲，因为我们先把咱们的运行路线，我们重心怎么去移，腰怎么去转，才能够你的手才能够正确的去发劲，把动作先做好，然后下一步发劲才是最简单的，对不对？把动作先走对，这都是最简单的。好，来跟老师咱们走一遍，走身体的左转，带动右手，右移重心，右膝找右脚，转腰握拳，重心向左移动，左膝找左脚，通过腰的转动把手横打出去。那么打到哪个方位呢？打到咱们的手臂对大腿的正上方。同学们，手臂对大腿正上方，这个时候刚好你打过来，你看肩胯是相合的，咱们自己也可以做一个自我的判断，你的动作是不是标准的，然后自己去看一下，你的手对大腿的时候，你的肩胯一定是相合的，合住。好，那么画力圆，好，谢谢大家。重心右移，先进肩，把右膝去找咱的右脚拉过来。好，转腰，马步横打，打在我们的大腿正上方。我们呢向右去转腰，右手臂对右大腿的正上方，形成肩胯的相合。所以咱们在后期再去做发劲的时候，肩胯相合，肩合劲不散。所以咱们要记住我们发劲的一个核心，记住打在公屏上，叫肩合劲不散，把这5个字肩合劲不散，对，就是5个字就是5个字，咱们打在公屏上。所以在后期我们去做发劲的时候，这个动作才能够做到及时刹车。如果你的手是不是打开了，肩开了，与胯不合了，你后期去发劲的时候，你看是散的，劲是散的，你也是收不住的。好，来，咱们再来一遍，肩合劲不散，先转腰接手，右移重心颈肩，握拳蓄力，重心左移，左膝找左脚，转腰马步横打，画力圆相合，重心右移，右膝找右脚，转腰马步横打。好，手臂对大腿形成肩合劲不散。当我们后期在这做发劲的时候，是不是肩胯相合？你通过你的腰的核心在这儿，用这儿去，腰为主宰，对不对？带动你的手，这个劲儿才能够发得出去。向右去打，它同样也是的。你看，腰动臂动，腰不动你臂不动，它是一体的。通过腰的转动，把这个劲儿摆出去，所以它是最简单的。所以我们要把动作先给它做标准。运行路线先走对，如何移重心，如何转腰，咱如何手应该放到哪个位置，把这点先做对。我们每天跟着老师在练习的过程中，就是在形成你的一个肌肉记忆的练习，然后你到后期才能够更好的去发。来，再来一遍。好，右手去接，左手合，右移重心，右膝找右脚，相合。重心左移，左膝找左脚，转腰马步横打，画力圆相合。我的天，徐刚你笑死我，腰粗转不动。重心右移，右膝找右脚，转腰马步横打。那人家那洪金宝那灵活的小胖子，对不对？这跟这都没有关系，跟高矮胖瘦都没有关系。核心的要点，大家要记住关键的点，不管你是胖瘦、高矮，都可以练好的。同学们，不要以胖为理由，好不好？来，咱们背面带大家走一遍。好，右手去接，左手，右移重心，右膝找右脚，握拳蓄力，重心左移，左膝找左脚，
转腰马步横打，画力圆相合，重心右移，右膝找右脚，转腰马步横打。好，这是咱们所学的搬篮锤，练好了可以减肥了。对，说的没错，真的练好了，大家是可以减肥的。看老师这么苗条，我胖吗？来，同学们说我胖不胖？身材好不好？啊，胖不胖？所以大家都能够，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，他可以去减肥的。这个说的真的是真的，没错。好，咱们现在大家能够听明白的，咱听明白的，咱打上明白。太瘦了，好，咱听明白的打明白，听懂的打听懂，好不好？好，来跟着老师，咱们接着往下学习咱的第7式，叫护心拳，打出去。不要羡慕我，大家跟着老师来练的时候，以后大家也可以把身材啊练的是均匀的啊。老师身材嘎嘎棒，学我呢。好，老师这套太极服好看多少钱？小彩不迷路，同学，待会儿先跟老师咱学一下，好不好？先学着，待会儿给大家上一波大福利。来，走，先根部下摘拳。抡左手臂，领左膝，换腿，1、2，右移重心画平原，左移重心走下弧，拎右手腕，重心右移，把右拳送出，臀部向后去做，看到没？放一个墩儿，放到这儿，向后去做，这叫做。不要向下去蹲啊！不要向下去蹲，因为这个动作护心拳动作，很多同学很容易做成一个蹲，一蹲就形成什么？它本身重心是偏右腿的，如果你的重心再向下一蹲，就会形成你的膝盖发紧，发紧它就会发疼。所以我们在向下去做，重心虽然在右腿，但是你的臀部是向后做的，那这个时候它受力点就一定不在膝盖上啊。对不对？它是通过你的腿这儿沉在脚下的，形成了一个小腿立木顶千斤，向下去沉，向下去做，懂了吧？像大树扎根在地下一样的。先看背面看得清楚，看背面看一样来，待会儿跟着老师来学习，咱们不单单教大家正面，咱们背面也学习，好不好？左右老是反着的，没有反飞雪连天。跟着老师，咱们因为咱直播间啊是一个非镜像的直播间，所以大家可能有点不太习惯。其实没有反，我在做背面的时候，助理把左字调过来了，所以咱们是正常的。跟着老师，咱们慢慢的学习，慢慢的习惯，好不好？来，背面带大家再走一遍，好不好？很多同学想看背面，没有问题。走，先根部摘拳，抡左手臂，领左膝，换腿。1、2，右移重心画圆，左移重心左膝找左脚，拎右手腕，右移重心把右拳送出，坐胯下沉。坐胯下沉，我习惯徐刚的坚定的要像入党一样。好，那么来，那我们咱一节课大约是2个小时到2个半小时左右啊，同学们。来，咱们再跟老师再来一遍咱的护心拳。感谢好运连连送的小星星，谢谢，感谢咪咪送的小星星。走，先根部摘拳，好，抡左手臂，领左膝，换腿，1、2，右移重心画一个平原。重心左移走下弧线，拎右手腕，右移重心把右拳送出，臀部向后去做，五指轻轻抓地。因为你的臀部向后去做的时候，如果你脚再不去抓地，像吸盘一样吸在地上，那你的脚就会出现一个站不稳。往后一坐，老师说往后坐好，是不是就坐那就站不住了？因为你重心，当你重心微偏脚跟的时候，你五指再不去抠地，那你就倒了，所以我们就站不住，往下去沉，往下去做的时候，重心是不是臀部向后坐，然后五指轻轻抓地，像吸盘一样的吸在地上。
大树的根扎在地下，这种感觉叫脚下生根，这就叫脚下生根。好，来背面带着大家，咱们再来一遍，好不好？走，根部，蓄力，抡左手臂，领左膝，换腿，1、2，右移重心，画一个平圆，重心左移走下弧线，拎右手腕，右移重心，把右拳送出，坐胯下沉，棒啊！坐胯下沉，这是咱们的护心拳啊。之前还真的差点往后摔倒了，对，因为大家都没有做到一个五指抓地的时候，你往后一坐，重心微偏脚跟了，不抓地很容易就站不住，这是常见的一些问题，所以给大家也说一下，我们向下去做的时候，注意咱五指要抓地，每一个动作，咱其实啊，我们在做五指抓地的时候是每一个动作，咱不是说单单的指的咱护心拳是五指抓地，那么我们单边需不需要，懒扎衣需不需要，每一个动作都需要咱的五指抓地，脚下生根，所以咱们就叫脚下生根。咱们大家可以把脚下生根这4个字打在咱们的公屏上。尤其因为它最明显的就是在咱们的护心拳了，最明显的在护心拳，重心向往后去做这个感觉，所以大家把脚下生根4个字咱们打在公屏上，要往下去沉的时候，你要时刻记住，五指抓地像吸盘一样吸在地上，这个护心拳你才能在跳过来的时候很稳，抓不住的话你跳过来你也不稳，是不是？跳过来你也得倒，坐地上。向后转是90度还是180度？160度左右，咱不是90度，也不是180度，不需要转那么多，咱转160度左右啊，同学们。对，一般是不发力的，因为它这个动作它不是发劲的动作，咱拉过来以后，歘，发劲也是可以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再拉过来发出去也可以发劲，但是我不喜欢发劲，我感觉柔的更好看。啊，因为柔的什么？因为柔的这个气儿更沉啊，更顺。对，转160度左右，来跟着老师咱们再捋一遍，好不好？走，先根部，摘拳，蓄力，抡左手臂，领左膝，画圆，1、2，右移重心，画一个平圆。左移重心走下弧线，拎右手腕，右移重心把右拳送出，臀部向后去做。哎，很明显的向后去做。老师没有时间看有没有系统的咱线上的视频课程。好，有，那给大家咱讲一下，大家是不是同学们，咱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？因为有同学来问，没有时间，我们时间不太允许的同学们，想跟着